利玛窦在17世纪的北京偶然遇见一个自称以色列后裔的中国举人。那我们过去对华夏闭关锁国的认知，是不是漏掉了整整一个中国平行世界？如果我告诉你，在明代的开封府，曾有一群完全不懂希伯来语，但却守着500年摩西卷轴的犹太人，甚至想邀请利玛窦去当他们的拉比，你还会觉得西方文明仅仅是伴随着鸦片战争才强行敲开大门的吗？如果基督教真的早在近代以前就进入过中国，那么它留下的痕迹在哪里？如果基督教曾经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为什么几乎没有进入主流历史记忆？萨拉逊人、犹太人，所谓回回，在中国人眼中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是外来者，还是早已被同化、被遗忘的旧居民？从圣多默东来到景教的兴衰，这些被时间埋没的外来火种，如何在儒家文化的汪洋大海里，为了考取一个功名，从而心甘情愿地放弃祖先的戒律？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一章不再停留在抽象的教义比较，而是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具体的误解与错认，追索一条几乎被时间抹去的宗教暗线。福音之光是否曾多次照进中国，又为何一次次暗淡下去？当利玛窦在中国士人、犹太学者与民间习俗之间反复求证，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宗教传播史，更是一部关于记忆、恐惧、伪装与消失的历史。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在今天的读书开始之前，首先感谢老朋友 LIMU5858 的打赏，谢谢。第11章，萨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国人中间的迹象，取材于基尼格撰写的利玛窦札记中有关基督教的摘录。在前面一章中我们讨论过，中国人民所固有的，或至少被设想为中国人所特有的异教派别及其礼仪。现在我们就将考虑从外部传来以及入侵者带给中国人民的包含有对真神的某种认识的知识究竟有多少。我们将先谈到萨拉逊人，再谈犹太人，最后谈基督教的痕迹和证据，同时试图保持从古代到我们今天福音之光传入中国的连续性。看起来似乎很明显，在各个时期都有很多穆罕默德的信徒从西方、从波斯进入中国。我们所谓波斯，包括蒙古以及说波斯语的其他地区。在鞑靼人统治中国期间，情况尤其如此。当时从这条路进入中国是不受限制的。即使现在，波斯商人也打着正式使团的幌子，每年进入中国一次。这类使团通常总要偷偷带进来别的萨拉逊人，但中国官员只要发现，就立即遣送他们回国。而且我们在下面有机会提到，我们耶稣会的一位成员如何进入中华帝国时，还要谈到这个问题。且不管他们如何来到这里，反正到处都看得见萨拉逊人，而且除了少数人以外，他们总是被看作外来的人，因为他们繁殖得很快，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几乎每个省份、每个较大的城市都居住着成千上万的萨拉逊人的家庭。在这里加一句，这很像当前欧洲所面临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穆斯林人更多。好，继续回到这本书。在他们人数较多的城市，他们都有自己十分奢侈的寺庙，他们的孩子在那里割除包皮，他们也在那里按规定的时间念经，或者举行其他宗教活动。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萨拉逊人并没有做任何努力把他们的教义传给别人。除了他们不吃猪肉外，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反而不知道自己的礼俗，而且被中国人瞧不起。目前他们被当作本地人对待，而不像别的外国人那样受到怀疑。事实上，他们不受歧视地可以念书，可以获得学位，甚至可以做官。大多数获得中国学位的萨拉逊人，除了不吃猪肉这一教戒外，已经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全部规定。然而，他们之所以真的戒吃，与其说是由于宗教原因，还不如说是因为天生厌恶。犹太人很早就进入中国，这可以从下面的说明看出。
我们耶稣会定居北京过了几年后，有一个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听说了利玛窦神父的名望，决定前来拜访。他曾在一本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欧洲人的书中读到利玛窦和他的同伴。此人姓艾，出生在河南省会开封府，当时他是赴北京参加博士考试的途中。在此以前，他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他是犹太人，又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谈到，我们的神父不是萨拉逊人，而是信奉唯一一位天上地下的神，所以他认为我们一定是摩西律的信徒。在走进我们的住处时，他似乎很激动，表明他和我们有同样的信仰。他的整个外貌、鼻子、眼睛和脸型一点都不像中国人。利玛窦神父带他到教堂去，给他看神坛上一张圣母和圣婴耶稣以及先驱者约翰跪在他们面前祈祷的画像。他是犹太人，并且又确信我们的宗教信仰相同，所以就认为这张图画上画的是利百加和他的2个孩子雅各和伊扫，因此恭恭敬敬地向他屈膝行礼。他说他不能不对他们民族的祖先致敬，虽然他没有向画像行礼的习惯。这件事发生在世袭礼者圣约翰的节日。圣坛两侧是4位福音书作者的画像。这个犹太人问，他们是不是圣坛上那个人的12个孩子中的4个？利玛窦神父以为他指的是12使徒，便点头称是。其实他们2人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等到他把这位客人带回住处，开始询问他的身份时，他才慢慢明白过来，他是在和一位信仰古犹太教的人谈话。这个人承认他是以色列人，但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由此看来，似乎是当年那个10个部族的分散已经深入到东方来了。后来这个姓艾的人看到一本普兰丁版的钦定圣经，虽然他认识希伯来字，却还是读不了这本书。据他说，在他老家的城里还有10至12户以色列人家，以至一座很宏伟的犹太教堂。他们最近刚花了1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他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500-600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也就是旧约前5卷。据他声称，在浙江省会杭州还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家，他们有自己的犹太教堂，另外一些人则散居各地，没有做礼拜的地方，因为树木已经快要灭绝了。我们这位客人很熟悉旧约的历史，诸如亚伯拉罕、优蒂斯、马多查伊和以斯帖的故事。他读这几个名字的发音和我们略有不同，或许他的发音倒是和原来古老的发音更接近些。他的几位同胞，包括他的亲兄弟，都非常精通希伯来语。他自己从小就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所以放弃了学希伯来语。他并不隐瞒，照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看法，由于他学习中文，他本人几乎已不配算作希伯来的同胞了。然而对他来说这没有关系，只要他能获得博士学位就行。大约3年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可以着手的时候，利玛窦神父就派遣了一位耶稣会的中国世俗兄弟到所提及的省会，也就是开封府，去调查那位以色列客人所说的是否属实。根据这位兄弟的报告，情况完全和他所说的一样。此外，利玛窦神父要求这位兄弟把犹太教堂中所有书籍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抄录下来，结果发现和我们的旧约头5卷完全相同，所用的字体也一样，除了古人不用标点而已。利玛窦神父后来又派这位兄弟再次去到那里，这次写有一封信，去见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告诉他利玛窦在北京家中有全套的旧约全书以及一部新约。新约内容是叙述弥赛亚的生平和工作，他肯定弥赛亚已经出现过了。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对这最后一点表示异议，并回答说，弥赛亚要再过1万年才会降临。但是他补充说，因为他们久仰利玛窦的圣名和学问，他们愿意授予他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荣誉，如果他肯皈依他们的信仰，并且戒吃猪肉的话。后来又有另外3个犹太人由那个城市来到北京，
由于他们因事在这里滞留了好几天，而且乐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决定领受洗礼。其中的一个是我们最初那位来访者的侄子。我们的神父们殷勤接待他们，教给他们很多有关圣书的内容，都是他们的博士所不知道的。当他们知道弥赛亚的确已经降临时，他们跪下来，并在他向前祈祷，就和基督徒一样。他们得到一部简编的基督教义，还有其他用中文写的关于基督教的书，感到十分喜悦。他们把这些书带回给他们的同胞。这3个人还对于犹太教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因为不会他们祖先的语言，对于犹太教已经一无所知了。简而言之，他们已经变成了撒拉逊人或不信教的人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所知道的那位犹太教堂主持人已经因为年老故去了。他的儿子按照继承法的权利接替了他的职位，但他完全不懂有关他们信仰的各种问题。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他们民族豪华的教堂里或家里或私人的小教堂里并没有画像或塑像。他们认为，如果在他们的教堂里有一座救世主基督的塑像，会大大提高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的。对于他们同胞的教规，他们的抱怨之一是，凡不是自己宰杀的动物就不准吃他们的肉。他们说，要是在这次旅程中也被迫遵守这条规定，他们就非饿死不可。照他们的妻子和不信犹太教的亲戚看来，小孩子生下来第8天就要割包皮的办法是很残忍和野蛮的。如果没有这条规定，别的规定并不难接受，因为他们并不反对戒吃猪肉。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大体上所得到的关于在中国犹太人的第一手材料。现在，我们十分高兴地提供一些有关基督教遗迹的证据。我们相信，这一定是我们欧洲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这些见证，有些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访者那里得到的，有些是由过去几年中观察到的一些迹象推论出来的。利玛窦神父在肯定了他那位中国硕士朋友确实是古希伯来教的教徒之后，他就决心寻找比他此前所搜集到更为确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遗迹证明。在他探寻的过程中，只要他用基督徒这个名称，他就无法取得确切的进展。然而，在他描述基督徒以及引用旧约中有关圣十字架的各个段落时，却终于恰好碰到了他正在苦心寻找的东西。中国人根本没有十字架这样一种东西的概念，事实上，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字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神父才给他想出一个中国字来。他们选择了表示10这个数字的中国字，它写作10，样子很像十字架。或许并非不是由于天意的指引，我们同时代的一个基督徒在为十字架寻找一个中国词的时候，恰好选中他们祖先也同样由于缺乏象征性的表示而发明出来的那个字。这2种情况所选中的字都是10字，意思是第10。在圣书中，十字架是用大写字母 T 来表示的，他们的办法与10很相近，而 T 似乎比这里的办法更准确一些。当谈论用这个特殊的符号表示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朋友想起，在他家乡的首府开封府和山东商铺的临清，都有一些异乡人，他们的祖先从外国来的，遵守崇拜十字架的宗教习惯。他说他们习惯于用手在吃的和喝的上面画一个十字，他并不知道这种礼节的意义，但他担保我们谈论的那2种习惯于这样做的人也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这一发现似乎正好符合我们有些神父从不同来源听到的情况。他们听说在好几个地方都多少流行着画十字的习惯。据报道，在某些地区，他们把这种得救的符号用墨水画在婴儿的额头上，来保佑他们婴儿期间无灾无难。所有这些似乎也和杰洛姆·路弗勒斯在他关于托勒密宇宙志的注释中讲到中国人时所写的情况完全一致。既然我们正在谈论中国人中有十字架的证据，我们或许不应该遗漏这样一件事，它也是说明有十字架存在的另一个迹象。有一天，我们的一位神父看见一个串街走巷的古董商人
卖一座著作美丽的钟，钟顶上的雕刻表现着一座庙宇或教堂，在它前面则是一个十字架，四周有希腊文的铭文。他想买下这件东西，但是没有能和卖主讲好价钱。后来他又去找这个人和钟，想把上面的字翻译出来，但他再也找不到了。他还说道，这种人从前在北方各省为数很多，然而他们文化似乎很繁盛，武装也很强大，所以天生多疑的中国人认定他们是想造反。他个人的想法是，这种疑心最初是在60余年前由萨拉逊人引起的。萨拉逊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切基督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有这种不信任，他们担心官员们会逮捕他们，所以他们就四散逃匿。有些人此后就自称是萨拉逊人，有些则冒充犹太人，但大多数都变成了偶像崇拜者，以逃避被处死刑。他们做礼拜的地方也变成了偶像的庙宇。他们的教堂有一所叫做十字堂，后来虽被偶像崇拜者所占据，他们自己却仍用这个名字称呼它。自从他们逃散后，他们非常害怕，以致他们最保密的事莫过于他们曾一度属于那个团体。当我们的世俗兄弟被派带着以色列人所提供的几家姓名到那些地方去发现有什么基督教的迹象可以看到时，从上面讲的情况看来，只能期待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这个兄弟是中国人，因此就很自然地怀疑他是官府的一名密探。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欧洲的牧师能访问这些地区，因为教会抽不出人来。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将在那里建立住所，并消除萦绕着这些人的恐惧心理。愿上帝保佑这一天将不会太遥远。前面讨论到的3个教派，中国人都称之为野蛮教派，对他们都用一个名称，他们的信徒都称为回回。这个名称可能从何而来，对我们仍是一个谜。较有学问的中国人一般都把他们划分如下：萨拉逊人称为回回，因为他们戒吃猪肉；犹太人也是回回，因为他们不吃带有大腿神经的那部分肉。这个习惯是犹太人开始的，因为雅各就是在那个神经上被击伤的。崇拜十字架的人也被称为回回，那是因为他们不吃原蹄动物的肉。虽然中国人、萨拉逊人和犹太人都吃马肉、驴肉和骡子肉，最后一种人或许按照他们本民族特殊的习惯不吃某些肉类。中国人对这第3种人还有别的名称。一般说来，他们用回这个字来指信奉十字架的人，尽管无论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说回都指的是萨拉逊人。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指萨拉逊人属于所有这3个教派，因为他们的信仰既得自非犹太教徒，又得自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徒。除了萨拉逊人通常用来称呼一切基督徒的以塞或耶稣尼一词以外，中国古代信奉十字架的教徒还被他们称为特尔萨。这个词的来源也不清楚，除了我们从一位亚美尼亚人那里听说过，在波斯的亚美尼亚人也用这个名字称呼基督徒。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很有可能十字架的信徒源自亚美尼亚，并在不同的时期由西方进入中国。这可能发生在鞑靼大军横扫中国的时候，看来似乎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进入中国大致同时。以上大部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种种迹象。然而，鉴于我们从马拉巴地区、从加勒底文圣经抄本中所收集到的资料，我们还可以把基督教在这些地区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而这个抄本，甚至最挑剔的反对者也难以否认就是使徒多默所宣扬的。这些资料里说得很清楚，是圣多默本人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他确实在这个国家修建了教堂。为了防止阅读这些文件时有怀疑，我们将提供加勒底文手稿的译本。它是由约翰·玛利亚·堪波里神父逐字逐句译成拉丁文的。这位耶稣会士曾在那个特殊的葡萄园里劳动过多年，是使用加勒底语言的专家。这一翻译工作是应那里的耶稣会教堂牧师弗朗西斯·罗伊兹大主教的请求而进行的。堪波里神父本人又应我们的请求抄了一个副本，
因而我们可能在这些诠释中引用，并且也避免了这样一个宝贵古文献的丢失。在马拉巴的圣多默教堂加勒底文的节略中，在圣多默节诵读的正式叶祷词第2篇中的一节，我们发现了所谓的加萨，也就是汇编，其确切的全文如下：印度偶像崇拜的谬误是由圣多默扫除的，中国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由圣多默感化而依真理的，从圣多默那里，他们领受洗礼而成为上帝收养的子女。通过圣多默，他们信仰并信奉圣父、圣子和圣灵。通过圣多默，他们保持了他们对从圣多默那里所得来的唯一的上帝的信仰。通过圣多默，一种赐给人生命的信仰的光荣在整个印度蓬勃发展起来。通过圣多默，天国展翅飞到中国人那里。在一首赞美诗中，我们又读到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岛上的人民，以及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都在纪念圣多默而崇敬圣名。在宗教大会教规概要第2编第6篇第19章主教和大主教守则里，我们读到西奥多大主教的教规如下：这6个大主教教区和省会，即赫伦、恩祖因、普拉、阿夫逊、贝特戈弥和哈拉，被认为应该分享大主教的管辖权，每4年应派代表参加大主教会议。同样大省区的主教，如中国、印度、巴塞、毛佐、赫恩以及拉兹辉、赫里奥拉和萨马尔干的其他大主教们，因为路程遥远、山长海险而不能随意旅行，应着他们至少每6年一次向大主教呈递效忠信，也就是交流。当葡萄牙人抵达克钦时，马拉巴山区教会是由詹姆斯主持的，他自己署名为印度和中国的大主教，这在他的新约手抄本说得很明显。在书的结尾处，我们读到本书系印度和中国的大主教詹姆斯书写，接詹姆斯的手后来死于罗马的约瑟也以同样方式署名为全印度和中国的大主教约瑟。这实际上是那个教会最古老的头衔。有关中华帝国暂时到此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向全世界提供更全面、更详尽的著述。愿上帝保佑我们有一天将完成这项工作。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11章，萨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国人中间的迹象。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